他是来自青海的猛将，实力与谦逊并存。我叫鲁宗武，我是来自青海的职业 MMA 拳手，很感谢官方给了我这次机会，这回我做好了备战。他是来自新疆的王者，勇气与骄傲并肩。哈伊沙尔在我们的轻量级当中是一位实力悍将。我叫海沙，来自龙云古都雅加内的选手嘛，很了解他。这绝对是一场精彩至极的龙争虎斗，两位都是各自领域的绝对老手，堪称战力火箭的鲁宗武对决战斧哈伊沙尔阿里木汗，到底是青海的狂风更烈，还是新疆的黄沙更猛？拳腿之间的对拼，意志之间的争夺，就在今晚决一死战。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没有错 ，JCK 战绝城的遭遇战啊，可以看到双方选手已经各自就位啊。红方选手来自天津 K1 搏击俱乐部的火箭鲁宗武，而蓝方选手则是出身自龙云系的老牌格斗选手哈伊沙尔。哈伊沙尔的话，这场比赛为什么说遭遇战呢？本来的话，哈伊沙尔是要对战那个同俱乐部都是龙云出来的平头哥王琦。但是因为王琦赛前超重啊，所以说作为顺位替补，火箭鲁宗武出战。好的，可以看到双方目前已经是扑打在地面。作为这个哈萨克族出身的哈伊沙尔啊，战斧之名果然是名不虚传，也是死死的压制住了鲁宗武。虽然说鲁宗武的反抗还是蛮激烈的啊，但是我觉得在地面的话，哈萨克族是有着这个种族天赋的，确实是强。比赛的胜利之外，还要对实力有所保留了。这是要做一个龙卷风脚吗？看来还是选择了拿背，但是刚才稍微有一些的犹豫啊。现在第一个裸脚的手好像是已经进去了，但是鲁宗武这位潜力悍将会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放给他的？但是直接拿到裸脚吗？太紧了，看到逃脱，强力逃脱，没错，强力逃脱之后呢，但又陷入到了战斧哈伊沙尔的缠斗部署当中。现在哈伊沙尔再次拿背，前后啊不差5秒钟的时间。没错，确实我们感受到哈萨克族选手的这种摔跤天赋，加上后期的这种磨合的训练，真的是非常的。又是一个裸脚的尝试，这个裸脚是勒在了下颚之上，但是呢，如果说是专项能力出色的话，这个裸脚还是非常有可能成功的。看到没有成功，鲁宗武之前面对艾丽的时候也是打得非常的完善。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啊，哈伊沙尔极强的缠斗能力。那么对于鲁宗武来说，确实这场遭遇战对自己啊局势相当的不利。OK，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鲁宗武打的还是比较难受的啊。哈伊沙尔死死的控制住对手，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鲁宗武是真的不太好进攻啊。果不其然，起身直接是上身压制，疯狂的将其蜷缩在内围角啊！缠斗当中，步步的去部署陷阱。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呢，哈伊沙尔也是表示自己最喜欢的选手就是 UFC 的前冠军啊，鹰王哈比布。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复制着鹰王的这种打法。小心了，鲁宗要小心了，断头来了。这种战力的，但是现在鲁宗武呢是牢牢的控制住了哈伊沙尔想要圈自己脖颈的手臂。是在缠斗的技术当中，在降服的技术当中，技术细节多如牛毛。看上下结合，左右结合。但是哈伊沙尔唯一不变的就是站定上位的位置。看鲁宗武从下翻上，这种下位的踢击可以看出鲁宗武的腿部力量很。鲁宗武现在是一个机会啊，看哈伊沙尔能否和自己形成战力对拼的事态。你看到开场之后，哈伊沙尔的抱摔确实这一波进攻啊，让鲁宗武应该是丧失了不少体力和耐力。现在从战价来看呢，鲁宗武的战价还是有些偏高。现在后手，那么对于哈伊沙尔来说呢，自己的拳腿也不弱。看在下潜，正是因为鲁宗武这场比赛的赛前，那么感觉哈伊沙尔的打法是那种非常黏的打法，感觉鲁宗武这场比赛也是被死死的控制在地面。这是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怎么走怎么粘，打得非常非常艰难啊。那么第一回合的这个优势回合，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归这个哈伊沙尔的。
而且其实仔细来看的话，感觉这一次的超重啊，有可能有龙云格斗俱乐部啊本身的这个考量在内。毕竟两位都是这个龙云格斗俱乐部的强将啊，都是自己俱乐部的人，这个对打的话可能有一些不合适，能力是非常的强。是的，现在大鹏呢是在美国训练，所以说这段时间的备战呢，鲁宗武应该是没有大鹏在身边。现在哈伊沙尔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而且呢，他也是一位比赛节奏大师。好的，因为双方啊在僵持当中呢没有太大的进展，所以说我们的场裁张雨欣老师让双方起身到了站立对拼的时态。确实，我们看到，其实从以往的比赛的过程来看，鲁宗武确实进入比赛状态有点慢热。是的，海沙尔拳腿也是不弱。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那么，这个正如我之前所说啊，对手鲁宗武的话，他是一个站立系选手，本身的话，对手直接将自己带入地面，对于鲁宗武来说就是比较吃亏的。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好的，让我们跳过冗长的第二回合，直接来到决胜局。可以看到双方的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的啊。目前来看的话，嗨沙尔也是不停的在后退，想打一个后手的反击，不见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可能是认为自己前两个回合当中的优势比较大所以说想要在第三回合更大的去扩大自己。是的，在这里可以给大家透一个我们的看鲁宗武对鲁宗武了解透一个底啊，我们之前是从来没有见过鲁宗武面对重拳重腿有倒下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在现场我们不能说鲁宗武之前没有被终结过，但是呢从之前的比赛胡斯勒图还有王鹤松双方呢真的是血战呢。没错，鲁宗武呢面对的这些强敌的时候都是一直能够打到最后一发子。是的，低位抱腿，再次的我们看到这个转换是相当的不错。哎呦，稍微有一些危险。这个哈伊沙尔做地面差一点啊，刚才就被鲁宗武直接是做断头台了，但是刚才那个位置不太舒服啊，所以说鲁宗武也是直接放弃，直接起身之后再用自己的后背去抵住龙网，所以说在地面的时候立刻就把它转到另外一侧。是的，我们看到双方呢在场上的任何一个技术转换其实都是非常考验双方的体能以及技术。没错刚才这个小细节的处理就可以说明哈伊沙尔真的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拳手。这场比赛至关重要，是 JCK 战局生2024赛季轻量级100万赏金赛的1/4决赛。那么对于双方来说，能否挺进下一轮，剩下的2分50多秒的时间将会告诉大家答案。上位的砸拳，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阻止对方的干扰对方呼吸的小细节动作。在开阔地带，对于鲁宗武来说的话，确实太难熬了。现在哈伊沙尔采取的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打法，就是自己在上位，在鲁宗武的双腿之间，自己的胯卡着鲁宗武的胯，限制鲁宗武的胯上下左右移动。那么对于哈伊沙尔来说，这种控制是消耗对方的极好的武器。没错，而且我们看到场裁老师呢也是看到哈伊沙尔其实是有动作有进攻的方式，所以才能叫停。是的，过腿，再一次这次的过腿是一个强力的过腿，非常的暴力，而且是直接进入到了拿背。是现在鲁宗武能否逃脱？还有到了一个要非常小心，这是一个手臂三角，手臂三角被暴露了，但是并没有选择想要用圈头。现在感觉呢，哈伊沙尔还是这种求稳的心态。是，但是确实是无论是跟谁去打，鲁宗武总是能坚持到最后一回合。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鲁宗武的防御还是不错的。哎呦，连续砸拳，什么情况？能不能躲开？漂亮，鲁宗武再一次躲开。虽然说还是没有挣脱这个哈伊沙尔的束缚这个对拼，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的话是刚刚好。是的，在下位的鲁宗武还是不停的想要旋转自己的髋关节，找到从下能够用扫技或者是降服技的时机。对方确实贴得比较紧一直不给他任何的转换空间，这个其实也是哈伊沙尔的粘着力非常的高。是的，这场比赛还有1分10秒钟的时间，那么对于双方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呢，特别是对于哈伊沙尔来说，自己虽然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优势较为明显，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鲁宗武的反杀能力也是相当的强。没错看到哈伊沙尔其实也不太敢去
去做大范围的大幅度的动作，所以说这样的灵敲碎打呢，其实是保证自己可以利用规则在地面上进行不断的压制和砸击。是的，好，40秒的时间，哈伊沙尔还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确实是哈伊沙尔的临场的战术执行能力非常的坚决，身体打击，再一次，最后30秒，非常高质量的地面砸击，非常的重。那么对于时间的掌控以及节奏掌控方面，哈伊沙尔确实非常的熟练。如果说这场比赛哈伊沙尔马上这个能够拿下的话，那么我相信这将是一场非常典型的龙云式或者是哈萨克式的赛宴。鲁宗武在下位还是没有去号，再一次拿背。好的，依旧是连续的砸拳。让我们来看一下。哦呦，好的。那么本场比赛到此结束。可以看到鲁宗武打的也是比较勉强啊。最后的话，这个优势回合还是被沙伊哈尔给拿下了。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裁判判定。好的，果不其然。战斧沙伊哈尔成功拿下了这一场比赛。OK， 让我们恭喜这位来自新疆边陲之地的哈萨克族小伙沙伊哈尔阿里莫汗战斧。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